时间。观众朋友晚上好，欢迎来到超能金星时间。今天将是金星时间开播以来访客最多的一次。黄舒骏，著名歌手、词曲作家、音乐制作人以及评审。1988年出道，曾为张国荣、那英、王菲、黎明、张惠妹等天王天后级歌手谱写歌曲。近年来，因《中国达人秀》《妈妈咪呀》等节目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当红专业评委。黄舒骏与妻子张金芳相识于2010年的一场选秀赛事，一首歌促成了这对才子佳人的姻缘。有共同生活经验，也要有今天，黄舒骏夫妇与他们的孩子一起做客金星时间，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爱情故事。有请黄舒骏先生和他的娇妻索菲亚，还有他的宝贝儿子，有请。向向是吧 ？Hello， 嗨，嗨，哎呀，索菲亚，快！哎呦，太好了，全家都来了，太好了，来，跟妈妈一起坐啊。舒骏，哎，是向向是吧？对，想想，他是处女秀吗？的确是，哦，真的啊？的确是的意思是说，他之前曾经上过1、2个节目，但他完全都不记得。哦，是吧？所以我相信他人生记得的第一个秀，就是这个秀了。谢谢向向，把你的处女秀献给了阿姨，谢谢，谢谢向向。你说什么？不客气。哎，不客气，好乖，他好白哦，你没这么白呀。所以老婆很重要啊。哦，真的，索菲亚是好白哦，我跟他说哟，算是好白哦。好嘛，索菲亚，谢谢你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啊，我们的荣幸。辛苦了。咱们按照咱们的节目规矩，咱们有个10问10答啊。10问10答，既然全家来了，你答5个，他答5个，直接答啊。我先让舒骏来。好了，舒骏曾经说过一句话：恋爱时可以写1首歌，失恋时可以写10首歌。现在结了婚了，是不是就不写歌了？答对了，真的不写了。其实我追我老婆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她有问我说，你会不会为我写歌？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嘛，所以我说会，我当然会。现在已经结婚3、4年，3、4年了，1首歌没写吧？哈。对，所以但是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越幸福越写不出来，写不出来，这肯定是。对，所以太安逸了哈。好，第2个问题，索菲亚是你第几个女朋友？第1个，没有，第1个太太我知道。第1个，她出现之前所有事情我都忘记了。学会了吧？聪明人的狡猾回答，怎么想都想不起来。哎呀，真好，这是多么健康的失忆症啊！真好。你在选秀节目里认识索菲亚，当初有没有点假公济私来创造机会和她交往呢？这肯定是没有的，但是她可能有。怎么讲？你是评委，他是选手。我是非常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评委，我从来不跟那个参赛者有所接触。但是这位参赛者呢，他在没有办法晋级之后呢，就非常有礼貌的写的这个 email 在那个官网上，感谢所有的人，还特别写了一个感谢那时候批评他的那位评委。对，就是我。你当初还记得你批评索菲亚那句话批评他什么了吗？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就说他的演唱融合了闽南语跟华语跟西洋歌曲的某一些特殊的音色。那在过程中，你在节奏的掌握上倒是出现了一些问题，然后有1、2句的歌词我们发现它空掉了。那这个是在参赛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到的。你的状况让我觉得就是希望、失望、希望、失望又希望。但是现在事过境迁，回头看，可能我那时候对他自己不知道，可能对他一定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反应，所以不敢讲的太狠。所以说当时心里有感觉了以后，就这么。但是我不知道会说话的一个男人都变得语无伦次了。对，下个问题了。下个问题。向向玩去啊。老夫少妻24岁，怕不怕老了？人家正在如花似玉的时候不要你了？其实他要不要我完全对我没有影响，因为我很确定我要他，
所以反正我的人生，我坦白说，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是从我碰到我老婆开始的。真开始了哈。所以我为什么说之前呢我都忘记，因为我非常乐于忘记以前所有的事情。你能把香香抱一抱吗？你抱一下香香，我看你抱孩子像不像？香香来啊，香香到爸爸这块来。哎呀，来，Sophia， 20岁就把你嫁给他了，有没有觉得太早？不会，还觉得太晚遇见他。实话告诉我，身边这个男人符合你原来选择偶的标准吗？择偶的标准，我本来决定要30岁才嫁的。哦，是吗？这个年龄标准是早了，是吧？啊，那其他这个形象标准呢？很完美，很完美。真的啊？好，我们在家里没有猜题哦。我知道呀，哎呀，就是啊，既然讲得这么好，就是。第一次意识到我要跟这个男人共度余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有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吧。意识到了，哎呦妈呀，我要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了。对，就结婚那结瞬间。婚的时候，对。哦，是吧 ？OK， 好。你觉得有了向向以后，有了孩子以后，他疼爱你更多呢，还是疼爱儿子更多呢？还是我，对。不错啊，哎，这个我也得说一下。真的不错不错。其实我们结婚之后，我老婆就问这个问题说。如果我们小孩，你千万不可以只爱小孩不爱我。他特别跟我这样讲。对，我说我绝对没有问题，因为我很清楚，没有你怎么会有小孩呢？所以我一定是先以老婆为主。你太甜了。对，所以我很清楚，一直到今天我也是这么认为。但是我老婆是有点变化，是吧？什么变化？反倒是她变了。怎么讲？很简单，我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放在心里面，是有点不太开心呐。哟。卖关子了，可以说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讲，他也不知道我不太开心，因为我从结婚到今天，我手机的这个桌面就只有我老婆，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到今天为止，我随时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。但是我老婆呢，就从有了向向以后，有了向向之后，从本来是我，后来变成我们2个人，后来变成我们3个人。现在变成他们2个人，我不见了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我给删除了。那我为了维持家庭的和谐，所以我一直敢怒不敢言。我告诉你，哎呀，没有，真酸。现在是从你们3个挪到他们2个，再过一段时间你再看吧，就剩他1个。这是很有愧疚，好酸的，讲不完了。哎，很难得能让苏俊酸一把，很难得，挺好。就这样的 Sophia。好了，这个问题了啊。节目相识是什么一档节目？来，很多观众知道这个故事啊，但不知道什么档节目。苏俊，你说还是Sophia说？那个全名叫做全球闽南语创作与歌唱大赛啊，创作与歌唱大赛。对，你当他看他唱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说，哎呦，这女孩我一定要给她拿下？有没有这个想法？坦白说，那个时候距离有点远，那只是有一个很约略的印象，这是有一个好。心里想的，这女孩不适合做歌手，但很适合做我太太，假公济私了，是吧？那一刻还没有立刻反应，但是后来因为我们那个赛事有好几天嘛，到了第3天，他才真正出现在我的评委席上，就他过来跟我打招呼，打招呼，结果我一看到他停住了，那个画面停住了，很多泡泡啊，然后很多灯在那里闪啊，那种感觉，就是我就记得我看了他很久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看那么久。导演喊打住 ，cut here。女主角说，那一瞬间傻笑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了？就觉得他好帅哦。他哪儿帅呀？看吧，好帅，好帅，我也承认。对，但就是那一刹那，就是觉得啊，这个人好帅哦，这样子。那我知道了，你当时是演说，哇，这是将来是我未来太太。Sophia说的，这个男人还不错，挺帅的。好了，你把我淘汰了，我要花一辈子时间折磨你。可能是这么想的吧？哎，搞不好有这个心态，是不是啊？就是我要你要再慢慢修理你。对，慢慢修理，你要落到我手里头，慢慢修理你。这个淘汰换一下的退行。当时你认识他的时候，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妈妈知道吗？妈妈知道。知道。你妈妈知道这个年龄差异以后有什么反应？第一反应什么？妈妈是他的粉丝，对，妈妈都听他的歌。妈
妈是他的粉丝，对以为你找了个老师呢，是吧？没想到，我终于可以，我女儿找了个老师，我可以偶像认识一下偶像对。没想到女儿跟自己的偶像在谈恋爱。对我妈一直跟我讲她的歌曲，介绍她的歌，因为我都不认识她。哎，你跟你谈恋爱的时候，听说妈妈还要查她的身份证是吗？对，为什么？就确定她没有结婚。哎，身份证怎么查她结不结婚呢？台湾的身份证是后面背后是有一栏，就是叫配偶栏。啊，那个啊，有啊。当然，这个很多人结了也没有很认真去把它填上去。他妈妈很妙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讲了一个什么事情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看这个是 Sophia 的身份证，你看啊，哦这样啊。”然后翻过来说：“啊，你看啊，这样。那你呢？”那我就我的是这样啊，我也是这样的，也翻过来。然后他妈每次看哦是这样哦，就翻过来，翻过来之后才很欣慰的一笑，点头还给我。所以我大概那时候就我这个未来的准女婿，历史清白。然后前几次大概3、5次的，他3、5次的约会啊，其实都是跟妈妈在一起的。哦，妈妈在一起监督约会，大部分都是妈妈开头聊天讲。我自己有点意识到说，他妈妈还蛮认真这件事情。那到后来大概就是他妈妈很放心，那时候已经3、5次约会之后，才让我们第一次约会，单独约会。那第一次单独约会的时候，反正现在回想起来，一切都像梦幻一样，速度就很快。对，很快之后。其实蛮关键的是他父母的态度。他父母有一次就很认真跟我讲说，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如果没有要确定的话，那就不要继续。是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对呀。那于是我也很快的就表达说我非常喜欢。我要是他妈妈，我也这么想啊。如果这个男人不够真诚的话，我干嘛让我女儿跟一个大24岁的叔叔谈恋爱？但是杨淑俊，88年你出道，Sophia89年出生，对，你出道时候20岁，想想一个画面啊，在马路上，一位优雅的女士推了个婴儿车，婴儿车上坐了个小女孩，完了黄淑俊20岁的小伙子背着双肩背，音乐人出道了，看那小女孩一看，这将来就是我老婆。禽兽啊！这个我哑口无言，而且欣然接受了，因为其实你刚刚这段话，真的是我们2个常常讲的，是吗？我们常常在算，因为的确我出道，他还没出生，就是啊。然后我1年后他才出生。对，然后我记得我91年的时候是在洛杉矶录我的专辑，然后算一算，他那时候才3岁，2岁。2岁。所以我们2个常常讲说，哎，你那时候搞不好在路上有碰到我，但是你会想说，这小 baby 会是我老婆吗？就是这个缘分呢。你说，比如说小南走在马路上上班去，今天上班录完节目啊，路上有个2岁小女孩在玩，他对，哎呦，金姐，那个女孩将来是我老婆，我肯定啪一巴掌，干嘛你？不是，那得这种话，姐，这是我老婆，等会儿我先帮她换下尿布来。这人和人之间缘分真是太奇妙了。哎，我真的觉得实在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，因为我如果没有碰到 Sophia， 我其实已经做好我这辈子要单身的准备了。哦，真的？对我蛮清楚的。哎，为什么？这个我要问一下，为什么如果碰到 Sophia， 为什么做单身呢？广告之后，欢迎收看金星时间。其实单身久了之后，有几个相对于结婚来讲比较麻烦的事情。第一个就是你看了很多别人结婚的状况，听了很多别人结婚的故事，那就知道说这件事情真不容易。然后再来回到自己，说你单身的越久，自己的生活习惯会越固定，是的，越不容易妥协。然后就会觉得说我这样过得很好。那时候我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安排的那时候已经安排我觉得蛮妥当的，就是可能照顾我父母啊，然后我自己一个人要做这个做那个，那时候都已经想。那是不是现在你娶了 Sophia 她很年轻，她是不是整个自己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，你就被带到了你的生活环境里头了？那我只能说我非常幸运，虽然我跟他年纪差很多，可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跟很多的地方，包括光吃东西的口味，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就非常的一致。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种画面，年龄只是这个社会结构当中人们习惯的一种年龄的合作模式，但是其实年龄根本跟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除了我们
本来就很奇妙的很合得来之外，我觉得老公大一点还有一点好处，就是我们碰到非常少数可能有点想要争执的时候，我都会这样想。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根本还是胡说八道了，很多事情都想不清楚了。我会回想起我同样的年纪的时候，他已经成熟很多了，很多。所以我每次碰到那一刻那个瞬间的时候，我都会自动的放弃争辩，就说哎，无所谓啊，就顺着他。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好处，比较不争。而且这个也是非常准确的。本身你就比人大，你见过世面比人多，你跟一个孩子争什么呀？对吧？的确是，你争了你也不算什么光荣的事情。我真的觉得，我能够讨到这么好的老婆，我已经这是我的福气了，我还觉得有什么好计较的？黄舒骏的词曲创作有他强烈的个人风格，用词考究，充满诗意，堪称华语乐坛一绝。出道后推出10余张专辑，每首歌的词曲都出自自己的手笔，从不假手他人。歌曲马不停蹄的忧伤、谈恋爱、恋爱症候群都是经典之作。写了那么多情歌啊，你这个人写情歌吧，我发现现在就是有了这么幸福的爱情以后，他说没有创作源泉了吗？但以前你的无病呻吟也挺厉害的。这个有时候我就说，人不要乱写歌。哎呀，对呀，就是全给你找不回来的。你看嘛啊，这曾经他写过的，全是他写过的歌词啊。谈恋爱，哎呀，我看这个多酸呢。只需要悱恻缠绵，绝不要柴米油盐。有共同生活经验，绝不用共同的房间。做到了吗？这个实在是这是骗小孩的，糊弄人的是吧？哎，把小孩骗来龙妹。对呀，这不住一个房间能有你吗？是吧？对啊，这就是证明我们就是啊，我们绝对有共同班。我先要说明一下，刚刚那个歌词我写的时候是26岁，对，所以你说26岁的人就是耍帅嘛，就是觉得自己故意要这个与众不同嘛，骗人的，哎，就是在骗人嘛。什么绝不要柴米油盐，最后爱情全倒在柴米油盐上了。男女之间这歌词写的啊，女人可以爱到义无反顾，男人只能爱到相当程度。哎。女人失恋容易另寻出路，男人失恋可就万劫不复。这段写的其实还蛮好的，挺漂亮的哈，写的还蛮漂亮。前两段我现在觉得还很能跟咱们现在的女性对上号，就女人可以爱到义无反顾，女人呢爱的时候就是那种，男人呢只能爱到相当程度。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很赞同，但是后边这两句嘛，女人失恋容易另寻出路，因为女人都会觉得感情上的那个伤痛会比较承受不住嘛，所以她寻找后路的那个Sophie 赞同吗？Sophie 赞同吗？我觉得从那2句可以看出他的经验不多。经验不多，看吧，哎，歌要写得好，就是要写成这样子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最后一聊天，我发现呐，索菲亚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，为什么呢？她一眼就看到这是一坛老酒。闷了那么多年的老酒，这酒不能让别人随便拿走。你会用你的经验教育儿子，让他把自己的歌看一遍吗？不会吧？这个没有办法阻止。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会自己想办法，把他爸爸以前所写过的所有东西全部会找出来看。然后我现在是比较常常在想说，当他问我问题的时候，我要怎么回答他？就是啊，特别是他拿我的歌来问我问题，就像你刚刚那样子，拿这些歌词来问我问题的时候，我要怎么样回答？我想到了，上一次他有听到男朋友女朋友那一首歌，对是不是？他就跟我说：“妈妈，爸爸有女朋友哎。”敏感的哈。对。哦，你怎么回答的？我说：“你问爸爸。”就是我。有一个网络上的笑话特别好玩，一个小孩在那玩那个 iPad， 他爸爸说的：“儿子，将来你要娶谁呀？”完了，那儿子说的：“哼。”我要娶我奶奶，我奶奶是最好的女人。完了，他爸爸说的，滚边呆着去，那是我妈，你怎么能娶我妈呢？我那儿子马上骂过来，你滚边呆去，你还娶我妈呢？没法解释，孩子说的对的呀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是有的时候，让我觉得就是今天你们俩可以算是才子佳人。如果是
在街上逛街的时候，索菲亚突然回头看了一眼某小鲜肉的话，你心里会对自己担心吗？我也想过，但最妙的是，结婚到今天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。他从来没有去看别人过。哥们儿，你这身瘦身，整个这个运动瘦身，包括小小的微整形，都是为了靠近太太吗？其实，当然我希望我保持健康，保持青春，这是肯定。但的确，因为我跟 Sophia 结婚之后，我对这件事情是更努力了。咱们讲，你一点都不要担心，年龄差是身份证上的年龄差24岁，但现在看起来没那么大，真的，是吧？这个我很有信心啊，因为最近有一个网络上有一个软件嘛，一拍就可以告诉你几岁嘛。对呀，我就猛拍拍到28岁我才满意，我就把那个28岁的留下来当做证据，说其实我看起来还 OK 的这样。没有，我觉得还心理年龄特别重要，但是体力上呢，觉得呢？体力上，面对老婆没什么问题，但面对小孩倒是有一点问题。比如他刚刚到处这样乱跑啊，你对，那时候有时候在追赶他，要去抓他回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有时候有点喘，这个是，所以我最近开始有健身啊，跑步啊，你要运动哦，哎，对，过2年下就要满足球场跑来跑去说。对，我觉得真的这要照顾小孩，反倒这个体力蛮重要的。当然了，他起码能看有那个瞬间，我爸爸跟我一起跑过，追过球，而并不是爸爸坐在那儿，球在那儿呢，球往那儿踢。这不是太传神了，实在不行，爸爸叫你打那个球。这不行，但你没问题。我跟舒静工作3年，继续努力。当这个小生命诞生的时候，你看他以后是什么感觉？是，哎呀，我完成一项任务了，我老了，有没有什么想法？看到。我有一个感想，跟老了有点关系，就是他出生之后，我才完全明白什么叫做我们上一代这个感觉，就是他出生前你自己上了一代，对他出生前，我觉得我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地球的主人翁，世界就是我的，对。结果他出生之后呢，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已经变成上一代了。这个蛮恐怖的，就是已经感觉被他淘汰了。这个我同感。我以前在没有抱我大儿子在抱手中那一瞬间啊，我的世界是以我为中心的。对，我觉得我是风华正茂，全世界都要看着我的，我，就把父母都放边上了。当我那一瞬间抱我儿子抱我的怀里的时候，就我这么霸道或者是霸气的个性啊，我都觉得我该让位了。没错。我的责任是该抚养我儿子了，真的。那一瞬间，你问我说：“金老师，你要做舞蹈家呢，还是做一个妈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只能做妈，我就放弃舞蹈家。”生命那种震撼力啊，就是给你个责任感。我觉得刚才舒静的观点我特别的赞同，特别的赞同。而且，因为他出现的很快嘛，的确我们2个，就一方面还在谈恋爱呢，但也同时变成父母，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倒是我自己是有一点困扰，就是。我从小孩出生到今天哦，我没有一天睡过好觉。然后小孩子你知道随时都有状况，他半夜想要喝奶奶啦，不舒服啦，或者是他很兴奋啦，不管怎么样，所以我已经有3年的时间严重的睡眠不足。可是这个睡眠不足真的是有苦也有乐。苏静，我跟你说啊，因为你有想想才3年对吧？做发会，我已经养了15年的孩子了，享受这个过程吧。等有的时候，等他长大离开家的时候，你想说，哎呀，我多希望像他在我旁边，我还睡不着。我告诉你，人家自己走了，没错，飞走了。我也听很多人这样讲，所以我也现在这是算是甜蜜的抱怨了。是。来，想想，哟，你脑袋怎么吃这么开心呢？吃到脑袋上去了。来，娘娘问你几个问题好吗？好的，回答几个问题吧。不用了，为什么不用了？用的，需要的。拿着哈。啊，需要的问一个问题，香香长大了准备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要踢足球。哦，你要踢足球。踢足球哦，真的啊，很好哎，踢足球。好了，在家里你是听爸爸话呢，还听妈妈话呢？爸爸话。听爸爸话呀？那你在家里说妈妈是听爸爸的呢，还是爸爸是听妈妈的呢？他俩谁听谁的？妈妈听爸爸。哦，妈妈听爸爸的。他有观察哎。想想他们俩，爸爸跟你发过脾气吗？还是妈妈跟你发脾气哦？谁发过脾气吗？
爸爸生气还是妈妈生气？对呀，都没有哦，有没有跟你生过气的呀？没有，都没有。没有啊。家教太好。哦，想想，明年家里就会多一个小妹妹、小弟弟，要不要啊？不要，为什么？你不是说要妹妹吗？对啊，妈妈和爸爸再给你生个小妹妹，要不要？不要，为什么？他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，所以他可能不想要有另外一个弟弟或妹妹来抢他。他现在没那个概念呢，但是他有了个弟弟妹妹以后，他马上变得特别有责任的一个小大哥哥了。他呢正好是因其20多年的从业经历和专业背景，黄舒骏先后担纲了两岸多档电视选秀节目的评审。他的知识渊博，表达巧妙，以理服人。他在《妈妈咪呀》中搭档金星、程雷，变身黄金城组合，配合默契，妙语连珠，广受电视观众喜爱。我和舒骏结缘是因为这工作关系做评委。金姐会说话，但我说话呢有时候会得罪人的。舒骏也会说话，说话呢又不得罪人，又把话说在点儿上了，多大的能耐呀！可以说是我做了这么多的真人秀评委，我到目前为止来讲，他们说的金老师做评委专业户了，怎么，跟你合最搭拍的，我就说《妈妈咪呀》的黄金城组合。对，同样是俊，怎么差距这么大？这是舒骏的，对呀那是方俊的，一个是方着你的来的，一个是舒着来的，哦能一样吗？对呀。我最常有金星每次讲话的感觉，我最常有就是说，哇，你胆子好大啊，很多我心里面想到不敢讲的话，都是你帮我讲的，谢谢你。而且我记得我在我们第1季做《妈妈咪呀》的时候，就是一拍即合。你们再看看《妈妈咪呀》，我们配合的时候，只要我一抬身，舒骏知道我要说话了，他就把话收口了。他只要一动手，干嘛？我知道他要说话了，我把话一转方让过去了，啪啪啪啪，哎呦，顺极了，真是的。所以说，全中国做评委的要做标杆的话，看黄舒骏和金星怎么配。真敢说呀！这就是我想说又不敢说了，你说出来了。没有，我是敢说，就是这样的嘛。而且我再说了，评委是个专业，他不是个你有多大的名气你就可以做评委的。而且我特别赞同舒骏说的，评委我们在瞬间，我们是在搞创作，我们对眼前发生的事和人，包括我们说的选择的语言，我们不能重复对方的语言，而且把话说在点儿上，这话同时要像3个箭头一样射出去，射给表演者，射给旁边的评委、现场的观众，还有第3根箭要射给电视机前的观众。这是一弓拉3箭，唰射出去。你以为当评委那么简单呐？其实很多人都说，比如说会形容我们叫专业评委，对。但事实上，我的说法是倒过来的，评委是个专业。是的，是的。那咱们是不是要选手要做评委这个专业，是不是要做很多年，还是做音乐策划制作呢？其实写歌做创作这个事情，我永远都，我觉得那是我一生的事业。就不管是这个世界变成怎么样，或者我的人生，我不管多幸福，我觉得它是我一生都想做的事情。那我最近倒是有一个灵感，跟它有点关系啊，就是我最近想要写歌，主要是我想留下一些作品，告诉我的小孩，我这一生所经历的很多很有价值的事情，也就是我所认识的这个世界。希望他长大的时候能够有这些歌曲伴随着他，能够成长得更好一点。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呀，好饭不怕晚。人生有些事不见来得早，但是要来得很美丽的时候，你能做到的事是对这个爱情的珍惜和把握。谢谢好朋友舒骏，谢谢 Sophia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谢谢 Sophia， 谢谢。抱，亲亲，哎呀，亲，哎呀，好，拜拜，帮那个跟观众说拜拜 ，Thank you。聊满车，金星泰国演黑帮大佬，日入千金。知道了什么叫一笑值千金了吧？爽啊！说开车，小心谨慎，险遇车祸。接那个作用，唰，怎么可以这么不守规矩呢？今晚金星秀，笑声不断，欢乐加这坐码。劳斯莱斯的屁股只能坐夏利了。聊满车，金星泰国演黑帮大佬，日入千金。知道了什么叫一笑值千金了吧？爽啊！说开车，小心谨慎，险遇车祸。接那个作用，唰，
怎么可以这么不守规矩呢？今晚金星秀，笑声不断，欢乐加这是坐码。劳斯莱斯的屁股，只能坐夏利了。欢迎来到金星秀。哎呀，完了，这样真迟到了，金姐呀！哎，小南呢？小南呢？这小子最近迟到上瘾了是吧？啊？哎呀，姐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一路风驰电掣赶过来的。风驰电掣，嗯，从你家到这个录影棚就20分钟的路，你给我风驰电掣了1个小时啊？不是姐，就我这还提前半个小时出门的呢，都快撤死我了都快。行了行了，姐姐不跟你说了吗？就咱这工薪阶层啊，就平时坐公交上车就可以了哈。你偏要买一个跑车啊，穿的跟赛车手似的，那跑得比乌龟还慢。显得帅吗？快，开工了，开工了，赶紧的！欢迎收看《金星秀》。哎呦，看姐姐这个脸变的，连我自己都不适应了。好，说到堵车，我就想到了前段时间北京有这么一个新闻，啊，我在前几期的脱口秀也说过的，有那么一个人在北京的市中心王府井卡地亚店抢了11块手表，记得吧？年度笨贼，抢了一辆出租车，一路狂飙啊，也跟沈南似的啊，风驰电掣，疯了整整2个钟头才撤出去2公里，被我们人民警察当场给擒获了。当时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家那个汉斯啊，特别有兴趣，一边看电视一边摇头。金星，你说这个贼会不会是个外国人？居然敢在北京下班高峰期坐出租车。第2天，劫匪抓住一审，嘿，还真是个外国人。汉斯知道了以后，哎呦，屁颠屁跑过来跟我说：“金星，你看我厉害吧？被我说中了啊，真是个老外。”我心想，老外就老外呗，你激动成那个样子干嘛？搞得跟你是同伙似的，至于吗？其实呢，不光是北京，很多咱们中国的1、2线城市都一样。这私家车呢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，但另一方面呢，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人为的烦恼。所以呢，金姐今天专门跟大家说一说汽车这点事儿。这说到汽车呀，咱们得先说买车。不过在说买车之前呢，哎呀，姐姐借我自己个1亩3分地儿吧啊，我发点小牢骚，要在金星秀上吐一吐。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，我在中东呢工作兼休假，啊，然后呢，我在微博上就发了一组和我的助理啊坐在那儿喝咖啡一组休假照片，不知怎么了，触怒了某个网友的敏感的神经，跑出来说我，你在电视机前说别人你的生活过得那么奢靡。结果呢，各大网站纷纷报道，我莫名其妙的最后就上了微博热搜的头条。哎呀，
姐上头条怎么这么容易呢？那汪峰不得哭死了？扯远了，咱们说买车这点事儿啊。我的第一辆车是2000年底时候买的，算挺晚的了，啊，但我那辆车呢，确实来的，怎么说呢？都挺奢靡的。第一辆车，我上次不说过吗？2000年的时候，姐姐我呢受约到韩国拍了一部电影，对吧？是韩国电影史上排名第1的大烂片儿。不过片子虽然烂，报酬不赖呀，对吧？拍完电影了以后呢，除了能支付我舞团的开支呢，还有些盈余。然后呢，我就用这笔钱买了我人生的第一辆车。什么车呢？宾利。宾利挺好的，虽然有点骚包，啊，但是宾利的敞篷车是我姐姐喜欢的。可惜啊，敞篷车不大适合在我们的国内的1线城市开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啊，如果在北京你开个敞篷的宾利啊，堵一会儿车的话，这一个下午下来以后，别人以为你还是开运沙车的呢。是啊，只要再下点小雨是吧？直接变成水泥车。对呀，就是。所以说啊，咱在中国尽量不要买敞篷车啊。那你买的玛莎拉蒂啊？我原来也挺喜欢玛莎拉蒂的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意大利的手工制作呀，非常漂亮。可非常不幸，某小蜜开的这个车，不行。哎呦，你说我开个玛莎拉蒂出去，人家会说，哎呀，跟某小蜜同款，多没面子啊！关键是我自己花钱买的车，别人都以为是我干爹送的呢。那你到底最后买什么车了？我买的第一辆车是甲壳虫。我觉得这个车吧是女人的另外一件首饰，就像耳环和戒指一样。有些车很好，但开的不像我这个人，所以甲壳虫就特别适合姐姐我当年的气质。哎呀，咋了？又怎么了？我认为那个一点不适合你的气质，你应该换个车。啥车？换个消防车，对吧？谁火就灭谁。OK。其实呢，买甲壳虫也算是我年轻时候的一个小小的梦想。我不说了吗？90年代我在北京的时候，姐姐还是北漂一族呢。出门要不骑自己的自行车，要不就坐出租车。那时候姐姐喜欢穿长裙啊，哎呦，我提一个裙摆拦出租车，车门打开了，一打开了以后，走了您呢？哎呀，这架势！当然了，当时可是梦想按劳斯莱斯的范儿做的。可惜当时北京只有夏利出租，你知道吗？都可惜了姐姐这屁股了。哎呀，这坐劳斯莱斯的屁股只能坐夏利了。所以说了呢，等自己挣了点钱，我就赶紧买了一个我自己梦想的一个小车甲壳虫。啊，我的第二辆车呢，2004年买的，不用说了，更奢靡了。这车怎么来的呢？是我拍第2部电影的时候拿的片酬买的。等会儿姐，你拍电影就是为了买车呀？啊，对呀，姐姐我是个特别单纯的人，我拍电影不为出名，也不为走红毯，就为了买车。你知道吗？姐姐准备下一步打算接拍一部电视剧。买啥车呀？我准备买辆火车。连续的，连续的。观众朋友们注意的，如果有一天看到金星和好莱坞合作拍大片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要买空中客车了。开玩笑了啊！其实呢，我的第2部电影，你们有些年轻人可能看过，就是泰国电影《冬阴功》。当初那个泰国的制片人呢，找到我说：“金老师，我们有个片子，有个角色特别适合你。”我说什么角色呀？对方说黑社会老大。然后我就纳闷了，我就问了，你们怎么找到我的呀？对呀，那个制片人说了，当时他正在香港休假，在旅馆里看到了凤凰卫视，正好有一段采访我的录像。当时他觉得，这个女人太霸气了，就是他心目当中典型的黑社会老大的形象。我就奇怪了哈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为什么我演电影不是韩国女杀手，就是泰国的黑社会呢？我就不能演什么小媳妇儿之类的吗？其实姐你能演的啊，能演小媳妇儿，对吧？你演个黑社会老大的小媳妇儿，然后黑社会的老大死了，然后这小媳妇儿变成闭嘴吧！然后那个制片人和导演就把剧本给了我寄来了，我这么一看剧本呢，妈呀，这哪是黑社会呀，整个一个慈禧太后嘛！说实话。我挺不想接这样角色的，
你说演个女杀手就够烦的了吧，对吧？就演个黑社会老大啊，我还没拍几部电影呢，就把我给定型了，不行。完以我就跟制片方说了，我说对不起，我没时间。可导演呢，制片方不死心，他们说金老师，我们配合你的时间。哎呀，推又推不掉吧，那我就出了个高价吧，用价钱来吓死你，对吧？我就说那好吧，让我演也可以，5000一天，也不高啊。欧元。这是哪年的事来着？04年。哎呀，奢靡吧？其实我都没有奢望导演答应，我想报个天价，对吧？就让导演死了这条心吧。哎呦，结果没想到，人家一口答应了，又这么爽快的答应了，弄得我心里挺不好受，也不好意思的哈。是要的太多了。什么呀？早知道我多要点儿。我都没想到碰到土豪了，这弄得我真下不了台了。怎么呢？已经报了价了，人家也答应了，你就演吧，对吧？跟谁过不去，咱也不能跟钱过不去呀。多简单的，来，大家欣赏一下姐姐我在冬阴功里的风采。拍这个戏的时候才叫真正的奢靡呢。虽然我只演一个黑社会老大，可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剧组啊见了我就跟见了黑社会老大似的。是，关键这气场大呀。全剧组啊，真不开玩笑，就我一个人有一个带空调的房车，外面还站着4、5个人伺候我，随时给我端茶倒水的。哎呦喂，那可是大夏天呢，外面都40度以上。他们就站在外边，每个人都流着汗，我一个人待在空调房车里头。哎呀，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嘛，这真是的哈！我就招呼他，来进来吧，进来吧，到我车里休息一会儿吧。哎呀，不了，卡蹦卡。他们在外边热死，我在里面快冻死了都。关键这个戏哈真不累，主角呢是托尼夏，拳霸。小伙子真是好功夫哦！哎呦，在毒太阳下边，你看上蹿下跳，飞檐走壁的。我呢，基本上就是化妆。有的时候一整天呢，化了4、5个小时妆，等化好了就拍一条戏。什么呢？我冲着镜头，就微微一笑，哎呀，这一笑啥事就不用做了，5000欧元进账。知道了什么叫一笑值千金了吧？这还不是最奢靡的，有的时候连拍摄那天光线不好的话，我连笑都不用笑，我就躺在旅馆里看着我的电视，哎，照样5000欧元进账了，太奢靡了。结果呢，这2部戏拍了2个月，这部《冬阴功》票房还不错啊，所以说呢，姐姐不光拍烂片了，也拍点好电影的，票房卖得好，老板报酬给的也痛快呀。结果呢，我就拿着片酬去买了部保时捷，送给我先生汉斯作为他的生日礼物，奢靡吧？奢靡。也没有，甲壳虫太小了，家里3个孩子也长大了，挤不进去了，就换了个大车，全家老少一出门的时候挤在一个车里就够了，是为了空间。你想啊，我们家在做甲壳虫，我和汉斯后边的3个孩子不跟摞起来了呀，对吧？其实，啥是奢靡呀？就好像这一次上海车展有一辆《速度与激情》里面的跑车，6600多万，有人马上就下单了。这不是真正的奢靡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觉得能拥有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就够奢靡的了，对吧？等到留学的时候呢，我看到别人开车，我觉得已经很奢靡了。等自己有条件了，能挣点钱来，给自己和给家人买一辆喜欢的车，奢靡吗？只要是不偷不抢不贪污，自己赚钱给自己享受，有什么奢靡的呀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。过去呢，咱们是骑着自行车，幻想着一天能买车，但现在呢，咱们国家已经是一个在车轮上的国家了。可车子越来越好了，速度也越来越快了，开车的人的素质却越来越差了。前不久，
在北京发生了一起车祸嘛，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和一辆绿色的兰博基尼在大屯路隧道飙车，结果都翻车了。你说你都有那么好的跑车了，要飙车的为啥不去赛车道上飙去啊？非在闹市飙车，结果呢，也就是开到160码时速翻车了。这160码让我想起了一个人，谁呢？我德国的婆婆，汉斯他妈，老人家70多岁了，戴一个眼镜，胖胖的，很慈祥，一看就是那种典型的德国妇女的模样，走路呢慢悠悠的，说话也慢条斯理的。我第一次和汉斯到德国去看他，那天呢是我婆婆开车来接我和汉斯，接我的时候呢，车上还坐着我的小姑子，当时呢她还怀着孕，挺了个大肚子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婆婆。然后呢，婆婆见到我以后，哎呦，抱着我，眼泪都流出来了，吓哭了，不是被你的气场吓哭了。跟小南真没法聊天了，哪有啊？是感动的。然后呢，婆婆托起我说：“走，我开车带你回家。”我当时还挺奇怪呢，我就朝汉斯看了看，我说：“哎，怎么想让一个70岁老人家开车呢？对吧？在我们这里头，要是你妈60、70岁了，你敢让她上路吗？走路都怕她摔了，关键摔了还没人扶呢。”结果这车子启动了，你就看吧，刚刚还有点老态龙钟的老人家，哎，气场突然间一下就不对了，你就听到然后就好像发令枪响了一样，嗖的一下那车就开出去了。当时我坐在副驾驶上，毫无准备，也身软，不一会儿穿上高速公路，车速从120一会儿就开到了160。然后你就看到我身边这个70多岁、白发苍苍的、戴着眼镜的老妇人，眼神坚毅的看着前方。那个车吧，还不是自动挡的啊，是手动挡的呢。啊，不怕告诉你们，我都不会开手动挡的，我现在只会开自动挡的。啊，开得很熟练的样子，就跟那个舒马赫附身了一样。你再看我后排那个小姑子，挺个大肚子，哈哈哈哈，笑得可开心了，跟汉斯聊天跟没事儿一样。整个车子里就我呀，坐立不安的，紧紧抓住那个车顶上那个扶手，这样，我汗都出来了。我就想，天哪，我这婆婆看着挺正常的，怎么一握上方向盘跟疯了似的？自己家的婆婆嘛，也不好意思说，对吧？然后那天晚上我跟汉斯吃完晚饭，我就心有余悸的问汉斯说：“哎，汉斯，哎，你妈开车开得那么快，你造吗？”汉斯说：“还行吧。”我什么还行？你妈说都可以开 F1了。我说了，我妈现在是年纪大了，她以前开车比这还快呢。我说开那么快车多危险呢！再说车上后边还坐了个孕妇呢。还说哎呦，你说我妹是吧？她自己开车比我妈还快呢。哎呦，我就纳闷了，我很诧异的看着汉斯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汉斯啊，你们家人开车都这么疯狂吗？汉斯就反问我说，金星，我们这一路上你仔细想想。你看见过有比我们开得慢的车的吗？我仔细一想，对呀，你说当时我们的车在高速上已经跑到了160了，旁边车道上仍有车的嗖就过去的，至少也得180。汉斯很耐心地跟我解释了一番，我才逐渐明白过来，原来德国的高速公路是全世界唯一对车速没有限制的国家。在中国的高速公路上，你超速你就会被罚款，而在德国，你开得太慢是要吃罚单的。感情这不是这一家人疯了哈啊，这个国家都是疯了，难怪这个国家能出舒马赫呢哈啊，明白了。可是呢，姐姐我还是不死心，我问汉斯说了，你们德国人开车速度那么快，事故会不会很多呀？汉斯说了，不会啊。在欧洲，我们德国人虽然以开车快出名，但我们德国人也是因为死板而出了名的。在德国开车很少有人会不守规矩，所以呢，在德国虽然开的车很快，但是每年的交通事故率都非常非常的低。说到这个守规矩啊，我还真是蛮感慨的啊！真的，作为一个在中国驾龄15年的女司机，我不得不说。在我们的马路上开车，真的很容易得路怒症的。就好比说吧，在咱们这里开车的，永远在赶时间，永远不知道给人让道。你打变向灯，就是希望别人给你让个道，可是呢，只要你一打变向灯，就没人给你让道，对，就抢过去了。在高速公路上开车，
那个应急车道永远被车占着的。各位，您真的那么急吗？啊，金姐在这里有一句话说啊，那些对救护车、消防车不让道的人，天理不容。今天你不给人家让步，万一哪一天你家着火了，有人需要急救了，你遭报应的时候就来了，你该怎么办呢？我本人呢，我算脾气比较暴的。我先生汉斯开车呢，算是脾气比较好的。但是就他这样的一个好先生，到咱们这里开车一段时间以后啊，也被弄得没脾气了。他刚到中国的时候呢，开车规规矩矩的一个好司机。德国人大家都知道啊，死心眼儿。那个时候我一撞他车，我就想跟他吵架。你说你在德国开车开得跟舒马赫似的，你怎么一到中国就变得这么慢了呢？休息天我们全家出城，这一上高速公路，旁边那个车道明明空的，他就跟德国一样坚持不变道，一条道走到黑。然后呢，我就看着我们旁边的车吧，左一拐右一拐，就跟那小鱼游来游去似的，在我们前面走。哎呀，在欧洲开车，汉斯脑袋吧是这样的，比较淡定。现在在中国开车，那脑袋跟拨浪鼓似的。我说你干嘛？你看后视镜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他说不行，光看后视镜你就没用了。不过在这种情况下，汉斯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呢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什么呢？哎，金先生，你看啊，他们的车怎么跑都是 S 型啊，好像他们喝的不是油，是喝的酒啊。把我这个急的，我说你别说冷笑话了，哎呀，你倒是给我加油啊！他说好嘞，加油，加油。我说我让你加油门儿。结果呢，一个上午，这老兄他一路上就老老实实跟在一个土房车后面在那吃灰。姐夫，但是话说回来啊，姐夫始终按照德国的规矩开车也挺好，对吧？起码他安全呢。哎呀，安全啥呀？他差点出大事故了。那天晚上下着雨呢，在上海，汉斯开车回来，过绿灯的时候呢，他也不减速啊，唰就要过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看一辆助动车从马路唰斜插过来了。这傻老外哪见过这仗势啊？对吧？连忙踩急刹车，几乎从贴那个助动车唰就开过去了。回来以后啊，汉斯啊一脸惨白，惊魂未定，跟祥林嫂上叨了一晚上，怎么可以这么不守规矩呢？怎么可以这么不守规矩呢？我跟汉斯说了，在中国你考驾照的时候，你要学会让3种车。他说我知道啊，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，我考过交规的呀。我说的是另外3种车，你还要让的，公交车、出租车还有助动车。公交车绝对不让你的，出租车呢他肯定也不让你，助动车呢他不屑让你。这3种车里边啊，尤其是小心助动车。你说它不是机动车吧，它跑得比你还快；你说它是机动车吗？但它从来不开红绿灯的，对吧？后来我都总结了。什么叫助动车呀？就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，随时会动的车。然是汉斯就问我了，说那我在中国开车，我遇到助动车怎么办呢？我就跟他说，你得减速左右看看再开呀。汉斯就说，在我们德国开车，如果路口没有红绿灯，那么汽车必须减速，甚至停下来让人。但如果看到是绿灯，汽车是不减速的。这种时候，如果行人闯红灯撞了，也白撞。我说汉斯啊，哎呀，醒醒，你给我记住了啊，在中国就要学中国的规矩，知道吗？在中国你撞了也不能白撞的，对吧？碰瓷儿的你都要负责任的。汉斯说，考交规没有说碰瓷儿啊，什么叫碰瓷儿啊？我说，哎呀，算了啊，这个解释起来太复杂了。你只要记住。你再不要按照你的德国方式开车就行了。还是说行，记住了，下次我再也不敢了。那姐夫这下彻底记住了吧？记住了，既是记住了，好不容易记住了，结果又要回德国。现在我那位德国先生开车可痛苦了，每次他在中国开车，他就默念：我在中国，我爱你中国。等他回到德国开车，他就开始默念：我在德国，我爱你德国。他跟我说啊，哎呦，金星啊，2个国家差别这么大，我要再这样开下去以后，都会精神分裂的。
我只能安慰他说：“我说行了，汉斯啊，偷着乐吧。哎呀，还好你是德国人啊，如果你是英国人呢，更惨了，连方向盘都得换个位置呢。”有人问我啊，金姐，不要老拿外国人和咱们中国人做比较好不好啊？啊，是不是外国人做得到的，咱们就做不到呢？我说，不是的。别以为咱们中国人天生不守规矩，其实咱们中国人还是能守规矩的。你就好比这个酒驾，啊，过去比现在严重多了，但自从依法严惩之后，酒驾率下降了很多很多，还延伸了一个代驾这么一个职业呢，对吧？最近《速度与激情7》火了，说明我们中国人渴望速度，也渴望激情。但是我觉得吧，现在中国既不缺速度，也不缺激情，咱们缺乏的是一点点的素质。不仅是开车，在我们各行各业，为了速度，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多沉重的代价。现在呢，是到我们放慢脚步的时候了，让我们的国民素质能够跟得上国家发展的步伐。谢谢大家。后面还有话问金姐啊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欢迎来到金星手。欢迎！谢谢大家，挺过了漫长的广告啊，回到我们金星秀的现场来。又到了我们节奏最快的一个环节，有话问金姐。金姐，前2天成都女司机被暴打事件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。本来大家都在骂打人的男司机，但是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后，舆论却突然扭转，很多网友都说打得好。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？一个男的能够对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下这么大的狠手，也真是不多见啊。知道的是萍水相逢的2个司机，不知道还以为是杀父的仇人。究竟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？来，我们再看看之前发生了什么。那开不来，说破了。哎呀，原来这个女的也不是个什么省油的灯，多嚣张啊！啊，开的车我变道，对吧？我就变道了，我看你怎么着的，我变你一下怎么着的，有本事你来打我呀！嘿，他没想到最后人家真下来给他打了。咱们老话说了嘛，好男不跟女斗，但是马路上在车里边是不分性别的，谁车知道你这个司机是男的是女的呀？文明开车的标准是一视同仁的。别以为你是个女司机，人家就得让着你；也别以为你作为一个弱者就可以道德绑架别人。我别你一下怎么着，你打不了我，反正我是个女同志，你不能打我。不过呢，我对网友这个反应也不是很赞同。可以说什么呢？这个女的吧，确实有点欠打，但是不能说这个男人打得好，这话是不合适的。什么为民除害，这都不对的。生活不是拍电影，你也不是蝙蝠侠，对吧？打人一时爽了，事后进牢房了。你划算吗？暴力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。不是，那姐要是你遇到这种情况，你怎么办呢？按照姐姐我的脾气啊，我不会去打她，怕脏了我的手，但是我会把这个女的骂得狗血喷头的。金姐，您怎么看待2015 Met Ball 上的明星们的穿着？感觉被各种外国明星魔性的中国风造型刷屏了，中国明星反而失去了主场优势啊！那些好莱坞女明星哪能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呀？搞出来都是他们想象当中的中国元素，比如说他们知道中国皇帝喜欢黄金，穿金黄色的龙袍，结果呢，你看看这件，直接把龙绣在胳膊上了。还有这件披风，据说是某著名中国设计师的大作。哎呀，不知道以为还是个煎鸡蛋饼呢。还有这个头上顶着火炬的，简直就是北京奥运会的福娃。
咱们中国的明星呢，难得有一次发挥主场优势的机会了，结果穿的反而都是外国设计师的品牌。别的不说，就说咱们章子怡那条裙子上半身想用旗袍的元素，结果呢做成左衽，一下子就被网友给发现了。你要玩中国风的话，你不知道中国传统服装是大部分都是右衽吗？按照我们汉族的传统，只有披麻戴孝的场合才穿左衽。所以说，金姐建议咱们的女明星们，就算是你自己没空学习，也要找一个有文化的造型师或者团队，不然呢容易丢人丢到国外去。金姐，最近小米在印度做发布会，雷军的英文口音引来了中国网友的一片笑声。王思聪还炮轰人家说，英语不好的企业家就别出国丢这个脸了。哎呦，这个国民女婿思聪啊，你爸那英语也好不到哪儿去呀。啊，金姐，我觉得说不好英语也不是什么大错，他们是不是说的有点过了？咱们再一起回味一下我们雷总的风采，好不好？ We will give everyone a free me band. Are you okay? Are you okay? Thank you. Are you okay? Thank you. 还好啦，干什么呀？啊，人家说英语带点口音就被你们上纲上线的了啊！人家印度人还没说什么呢。真的，有一次我在法国卢浮宫参观的时候，听见后边传来一阵鸽子的叫声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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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回头一看呐，哪是鸽子？发现是个印度人在那卖水呢。他说那个话就跟鸽子叫一样，是这么说的 ：water water fresh wat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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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esh water。他说的 water water fresh water。当我在旁边听这个 water water fresh water， 我说多大的鸽子！我一回头一看，妈呀，这个印度。但人家印度人就算把英文说成咖喱味儿的了，也说的特别的理直气壮，而且别人根本不介意这个。怎么就咱们中国人在意什么丢不丢人的问题呢？雷军呢是个学技术出身的，英语确实有点惨不忍睹，但人家凭自己的实力把发布会开到印度去了，他给中国人挣的脸呐，绝对比丢的要多得多。金姐，前阵子2015上海车展取消车模展示，很多车模为了抗议扮成乞丐，在上海徐家汇乞讨。我就纳闷了，那些姑娘长得那么漂亮，身材又好，找个别的工作不行吗？金姐你怎么看？我告诉你啊，就是因为长得漂亮、身材好，她才不想去找别的工作呢。往车边这么一靠，啊，就能哗哗的来钱，那多痛快呀！你让她去干又苦又累的工作，她不就是把自己的脸蛋和大腿白白给浪费了吗？换句话说，我估计啊，越是跳着脚抗议的，越不是什么正经的模特，都是些野生的。除了车展之外呢，他也接不到什么活了。你以为 T 台是什么人都能走的呀？为了继续工作，不惜啊自毁形象，多敬业呀！知道的是车模在抗议，不知道以为还是失足女青年呢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金姐。今年股市特别火爆，我身边有些同事挣到的钱比我1年的工资还多，我看着眼红，也买了一些股票，结果开头赚的还好，没多久就碰到了大跌了。金姐，你说我这股票是该拿着呢，还是抛呢？您对后市怎么看？炒股这个话题啊，最近好多人问我，但是金姐呢也不是万能的，金融不是姐姐熟知的领域，股市呢我更是从来不碰。不过呢，虽然姐姐我不懂股票，但是姐懂得人心。怎么讲？赚钱的是2成，输钱的是8成。啊，你只看见人家现在赚的盆满钵满，怎么没看当年人家砸锅卖铁的时候呢？什么东西都是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。巴菲特不是说了吗？在别人恐惧的时候，你贪婪；在别人贪婪的时候，你要恐惧。今天的问题就这么多，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《超能金星秀》，咱们下周3晚上9点23分，不见不散。